其实前一段时间我有跟 AI 聊一些事情，这些事情是关于亲密关系的。就其实我有一件大多数认识我的人都不太知道的事情，就是我没有谈过一段非常正式的恋爱。然后我就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到底是我不想要，还是说真的就是一直没有遇到我想要进入关系的人？在这个过程的分析当中，我就会意识到，我一直以来的一个，也不知道是习惯还是怎么，就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词汇去描述这样的一种存在我身上的特性。就我之前在听别人讲，为什么有的人老是遇到渣男，为什么有的人老是在亲密关系中受伤害，然后有的人对此的态度是，他觉得那些受伤害的人，他们需要去反思，为什么自己老是吸引来那些渣男，为什么自己老是在亲密关系里面受伤害。他对此的反应就是理由是说，可能是因为他一直没有办法意识到自己在亲密关系中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没有办法总结说自己喜欢上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因为他一旦受到伤害，无非两种原因，一种是对方给他带来伤害，另外一种是因为自己的问题导致自己在这段关系当中受伤害。但无论是哪一种原因，如果说自己没有在前一段亲密关系当中有所成长的话，那进入下一段亲密关系就会有可能重蹈覆辙。那我就意识到，其实我从小到大遇到的一些就是能跟我亲近的异性，都是非常好的异性。那种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当他们来靠近我，我意识到他们对我有好感之后，如果我对他们没有好感，我会非常直接的表明我的感受，哪怕在他们进一步确认日久是否会申请类似这样的选项，得到我的答案之后，他们就会慢慢的淡出我的生活。就是我是那种，假如说我知道我明确不会喜欢对方，然后我就会和对方保持距离的那种人。当对方还是想和我保持朋友关系的时候，我还是会很刻意的保持一定的距离。那在这些距离保持着，关系就会淡掉嘛，他们的注意力可能就会流到下一个人那里。所以我面对那些被我吸引，或者说对我有好感的人，一直都是用这样的一种态度去对待的。然后我会发现，他们真的非常非常的尊重我的感受，甚至会在得到我的反馈之后，慢慢的就淡掉这一层关系了。比如说之前会经常给我发消息，经常约我出去之类的，但是得到了我的肯定的反馈之后，就是得到了我的言语表达上的对他们没有好感，没有想要进一步发展的讯号之后，他们就不会再来非常频繁的打扰我了。有的会退回到朋友的位置，有的是把目光投向另外一个人。就我会觉得这些人表现出来的特质是我非常欣赏的，因为他们对人跟人之间的距离，或者说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有尺度感的，或者说是有边界感的。所以我对每一个类似这样子尊重我感受、尊重我边界感的人的印象都非常非常的好，好到甚至有时候我会觉得我是一个很无情的人。人家明明对你那么好，为什么你就是对对方没有感受？我甚至也没有办法回答这样的我自己。
但是我知道我在面对好感对象的时候是一个不知所措的，没有办法表达我的需求的人。我也会因为这样子的状态，会失去跟一些人的连接，从而导致我们没有了发展进一步关系的可能。所以我觉得这两种状态是非常矛盾的，就是一种是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人，边界感非常的清晰，我不会允许自己处于一种暧昧不清的关系的状态。当然，这种态度是对于我不喜欢，而且在一开始就没有想要发展进一步关系的人。但是如果对方是我很有好感的，想要进一步发展的对象的，我是愿意主动去靠近对方，而且愿意从暧昧的方式开始发展。但问题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就是像刚刚讲的，可能会表现的不那么的从容，不那么的自信，类似这种状态，甚至于可能在对方看来，我跟他仍然是有一定的距离感。当然，后面我分析起来，可能是我是一个很慢热的人。如果我没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的话，我跟对方的，比如说身体距离，或者是交往来看的话，是会比较有边界感，甚至会比较有距离感的那种。我是需要，就是基于好感的基础上，然后需要慢慢的磨合，慢慢的了解对方，慢慢的顺其自然。但是如果一开始就想进入一个非常所谓的 comfort zone 的话，我是做不到的。但可能当时跟对方的节奏确实不那么的匹配，所以的话就在这样的错位当中慢慢的错过了。虽然当时彼此对彼此都有好感，但是我也不后悔说这段关系怎么样，因为在整个过程当中，对方给我的表现还是很好的，就是对方展现出来的一些特质，确实是在我看来是一个所谓的高质量男性该有的一些特点。比如说，他很尊重别人的私密谈话，很尊重别人的边界感，也很尊重别人的感受，也很就是会把对方当成一个独立的人来看待。他不会觉得，因为他是男性，所以他要过多的保护女性。他也不会觉得，因为对方是女性，所以我要多照顾她一点。这点在我看来是非常加分的，因为我不希望说我是一个女生，所以你要比如说帮我拎包，比如说送我回学校，就类似这样的一些点，在我看来是完全不必要的东西，因为我没有怎么说，也不是没有弱到需要对方送我回学校，或者是需要帮我拎包之类的。我是觉得，在我身边的男性完全没有必要跟我做这些东西，甚至我们出去 AA，这也是我非常能接受的东西。但其实我会听到有一些人讲，如果你跟一个人 dating，吃东西呀、玩乐呀，还要 AA 的话，就很多人会觉得，在这样的一些互动关系当中的异性，就他们对这异性的好感度不是那么强的，因为他们觉得，为什么请一个喜欢的人出去吃饭，或者说跟一个喜欢的人出去玩，你还要人家掏钱？诶，在我看来，为什么不能掏钱呢？而且你们俩又没有正式进入一段关系里面，还只是在关系确立前的阶段，为什么就非得让对方去付出额外的金钱成本，去 cover 掉双方的支出呢？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在逻辑看来，我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可能我也不知道啊。
就我对男女关系确实保有很强烈的边界感。哦，又回到我之就是刚开始提到我在跟 AI 聊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它分析出来的我一个特性就是，我在关系里面表达边界感非常的擅长，但是在表达我需要的什么，就在表达我需要什么，在表达我的需求是什么的时候，我就开始往后退了。我当时就想，好像是诶，就是我真的在拒绝拒绝关系面前非常的从容，非常的淡定，非常的主动，非常的有 agency。但是，一旦遇到我心动的关系的时候，我就会忐忑，会感觉到不安全，会 overthinking，会我也不知道了，反正就是没有那么的从容，没有那么的主动，没有那么的自信。但我就觉得，哎，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呢？我就会想起以前我有过的一些经历，就比如说，当我第一次非常明确的跟一个人表达说我喜欢他的时候，我得到的不是说很开心得到你的喜欢之类的，而是对方非常直接的一个反问，说你为什么喜欢我？我当时就非常的郁闷，难道喜欢一个人也需要有理由吗？这在当时我来看来是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的一个问题。虽然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经历会对我之后的关系塑造有什么样的影响啊，但我还联想到以前小的时候的一些经历，就是关于表述我的需求、我的需要这样的一件事情。因为小的时候家里人就很在乎我的成绩嘛，所以在我表达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讲，如果你期末考试考得怎么样，我就会给你买什么东西，我就会奖励你什么东西。就那时候，我就觉得，只要我成绩够好了，只要我考到班里第一了，或者是年级第一了，我就有资格跟他们提出说我想要什么东西，而且他们会给我买。可能在我小学的时候，有好几次情况都是这样子的，就是当我真的考到了班里第一，考到了很好的成绩的时候，我提出的需求他们都满足我了，甚至他们主动讲的，我拿到了什么样的名次，就给我买什么东西，也给我买了。但是后面我发现，类似的一些承诺，他们没有兑现，而且在那个时候，我也不敢去跟他们说，我现在考到班里面的第一了，我现在考的成绩很好，你能不能给我买什么东西？或者说，你之前跟我说的，如果我的成绩怎么样，你就给我买什么东西。但是现在你没有兑现，那能不能先兑现给我呢？就我不会，或者说我不敢去跟他们说这样的话，让他们兑现他们的承诺，因为我做到了，可是他们没有做到他们的兑现承诺。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类似于这样的失望经历积累多了之后，会觉得表达需求对我来讲是一件不太好的事情，又或者怎样。但我也不知道啊，我确实不知道，我不敢说出需求这件事情，或者我很少表达需求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养成的。可能我会想到一些跟这件事情有关的经历，但是我没有办法说那些经历就是造成我现在这个我的一些所谓的原因，或者说追根溯源时能找到的源头。因为其实很多事情，你可能看起来很 reasonable，
很正当，但是有可能也是你过多解释或者过多诠释的。我没有办法说服自己说，我之所以成长为现在的样子，就一定取决于我过去经历的某一些经历。虽然呢，人是过去所有经历的总和，但我不能够确切的说，造成拥有某些特性的我，就是因为过去经历的某些特定的经历。而且这些特定的经历就是我刚刚所讲出来的这些，我是没有办法保证的。它有可能是另外的一些经历，是我没有说出来的经历，但至于是什么，我真的没有办法确定。所以只能说我能够回忆起跟这些相关的一些经历，但我没办法保证说这些经历就是造成我此刻拥有这个特点的我的原因。所以综合起来看，我其实还是一个很理性的人，理性到我感觉好像所有的事情你都能够去原谅，你都能够找到一个理由说，哦，我觉得也是合理的，所以我选择原谅。